在荷鲁斯大叛乱的所有冲突、所有战斗、所有战争中，没有哪一场是比王道战争更重要、更隐蔽的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将永远改变帝国及其臣民看待这场神秘内战和帝皇本人的方式。这场战争几乎被所有人遗忘，但最隐秘和最严格的档案揭示了这场战争无疑是荷鲁斯大叛乱中最重要的一章，与泰拉之战并列。而且考虑到所涉及的力量和后果，这场战争也是最可怕的。即使在今天，王道战争仍能解释帝皇的状态和崛起。这场战争发生在神圣泰拉的皇宫内，人类之主本人和他的护卫卷入了这场冲突。这场冲突始于叛乱之初，甚至早于普罗斯佩罗之粉和伊斯万3号的暴行。档案中的证据不仅揭示了在叛徒抵达王座世界之前几乎席卷整个泰拉的骇人听闻的恐怖存在，还揭示了帝皇秘密工作的真相与他对人类未来和确保人类对银河系永恒统治的宏伟愿景。这也是众神之间的冲突，因为正是在这场战争中，黑暗诸神直接挑战他们的诅咒——人类帝皇。于是众神的拥护者展开了一场拯救或毁灭人类的战争。帝国的许多英雄都参加了战斗，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牺牲将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王道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首先是人类帝皇，因为这场灾难预示着帝皇被嵌在黄金王座之上的未来。然后是马格鲁斯和他的千子军团，因为普罗斯佩罗之主卷入这场灾难，决定了他和子嗣们的命运。以及最严重的，这场灾难结束了帝皇的梦想和他为人类制定的宏伟计划，而这个计划本应成为对抗他真正的敌人混沌的武器。对此，有些人甚至猜测，对于黑暗诸神来说，整个荷鲁斯大叛乱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帝皇的王道计划，并将他永远困在黄金王座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毁灭之力就已经成功了。王道战争也向我们解答了所有研究荷鲁斯大叛乱的人都不禁会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帝国被背叛和内战撕裂时，为什么帝皇本人、强大的禁军和可怕的激进修女在战帅抵达泰拉之前缺席了所有血腥的战斗？当忠臣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帝皇站在他们身边时，为什么罗格多恩和掌印者马卡多代替他领导了针对叛徒的战争？但学者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知道，因为帝皇已经确保除了少数宣誓者之外，没有人能发现真相。王道对人类灵魂和王座世界的安全造成的影响和威胁，迫使帝皇必须将它隐藏起来。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一切将埋葬至时间的尽头。与荷鲁斯大叛乱中的许多事件一样，王道战争也起源于乌兰诺之战的凯旋。当时帝皇将大元帅的总指挥权交给了荷鲁斯，并授予他战帅的称号。随后帝皇在尼凯亚会议结束智库计划之前就退出了大远征，回到了泰拉，回到了皇宫下方的大厅中，日夜不停地在密不透风的黑暗深处进行着一项伟大的秘密计划。这个项目一开始，数十名技术神父、工人和帝国科学家就被召集到宫殿深处与帝皇一起工作。几个月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手被招募并进入了地穴，每天都有数百人穿过巨大的铁门，这些铁门将地穴与皇宫的其他部分彻底隔离开来。这一时期的文件提到了伟大工程，即帝皇为确保人类安全和帝国统治而实施的终极计划，它将永远改变人类和帝国的命运，并向知情者证明了帝皇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想法。人类之主之所以退出大远征以及禁止打扰地穴中的工作，其原因可以用伟大工程的最终目标来解释，让人类成为王道的主人。从我们目前所知的信息来看，王道是一个由动脉和毛细血管组成的复杂网络，在亚空间和物质宇宙之间形成了迷宫般的隧道。在艾达民族帝国的鼎盛时期，他们曾是王道的主人，但当色列的诞生结束了他们在群星中的统治地位后，这个迷宫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一些学者认为，灵族是从另一个早已灭绝的种族那里继承了王道，他们也是王道的设计者。但无论如何，王道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以至于很难绘制地图。然而，只要你能够进入必须的王道枢纽，它的神秘通道就可以让你在眨眼之间到达银河系的另一端。我们不必关心帝皇是如何发现这个王道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决心构建自己的通道。因此，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帝皇成功地在皇宫内建造了自己的王道枢纽。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项工作是在帝皇在高地上建立皇宫时就开始的，这是征服王道这一大胆计划的第一步。如果帝皇成功实现了他的目标，那么帝国就可以摆脱对亚空间和灵能导航的依赖。但不幸的是，各种事件合谋打乱了帝皇的计划，灾难也随之降临。乌兰诺和尼凯亚事件发生3年后，皇宫遭遇了地震和一场毁灭性的精神灾难，皇宫内部和泰拉上的许多人因此丧生。这场灾难发生后不久，帝皇颁布了法令，并谴责千子元体马格鲁斯。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可以确定，第15军团和基因元体的堕落，以及普罗斯佩罗的毁灭都与这场灾难有关。来自混乱期间在场人员的罕见记录描述了马格鲁斯出现在帝皇的秘密实验室里的情况。他们讲述了灵能屏障被打破，警笛长鸣，由康斯坦丁·瓦尔多元帅率领的禁军面对基因元体的幻影，
以及当坐在黄金王座上的帝皇看到马格鲁斯所造成的灾难时，眼中燃烧的怒火。我们无法猜测马格鲁斯或是出于天真，或是因为被混沌诸神操纵，于是善意的警告了他的父亲关于荷鲁斯的背叛。普罗斯佩罗上进行的黑暗竞技仪式让他察觉到了阴谋，但是马格鲁斯为了传递信息而使用的强大咒语，直接打破了帝皇设下的灵能结界。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了解亚空间真实本质的人来说，马格鲁斯的愚蠢之举，让亚空间内的邪物利用了帝皇为防范这种入侵而设置的保护措施的崩溃，从而进入了直接通向宫殿地区的那部分网道。早在人类之主与战帅荷鲁斯对峙之前，帝皇就被迫一直坐在黄金王座上，以便引导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灵能天赋，防止在神圣台大的核心形成亚空间裂隙。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黄金王座的确切性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来自黑暗科技时代的古老技术与伟大工程一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并且帝皇正是计划通过黄金王座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性。结果就导致在战帅荷鲁斯揭露他的背叛之前，帝皇就被困在了王座世界上，以维护人类家园的完整性。禁军和寂静修女则在知晓该计划的机械教成员的帮助下进入了网道，击退了试图渗透帝国胜利的恶魔大军。网道战争即将开始，并将持续5年。事实上，皇宫地区中的网道枢纽不仅通向一段由人类亲手打开的亚空间隧道，除此之外，还有巨大扭曲的迷宫般的通道和管道构成的这张网络，其中许多都只是小路，宽度仅够1个人通行；另一些则宽到足以让大型车辆通过，甚至某些地方还有巨大的隧道，其大小足以让整艘舰船穿梭。而在这些大动脉的十字路口，矗立着一座座古老的城市，但它们早已被曾经的居住者遗弃，变得年久失修和破败不堪。网道内的帝国军队首先要确保最靠近黄金王座下的亚空间传送门的安全。一队队来自机械教的技术神父和工人都要在通道附近的战略要地加设巨大的装甲门。虽然网道看似冷清，但仍有大量证据表明仍有人或有物潜伏其中。机械教神父不愿在毫无防备的网道内工作，因此禁军被派往那里保护或监督他们完成任务。但基因原体马格鲁斯的警告咒语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黄金王座传送门、帝国网道和异形网道都具有物理和灵能的双重性质，也就是在物理组件周围包裹着一层灵能防护。异形造物似乎本身就能自然生成这种防护罩，但因为帝国工程师和技术神父找不到任何机制或装置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在人类建造的传送门和走廊中，这种灵能保护肯定是由帝皇支撑的。网道因此被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与亚空间及居民隔绝开来，但马格鲁斯的咒语破坏了这种保护，并暴露了巨大的裂隙。正是通过这些破绽，亚空间的邪物得以穿透隧道，成千上万的狰狞恶魔涌入，并立即开始攻击那里的帝国军队。数以千计的机械教工人被屠杀，禁军护卫为了抵挡恶魔的浪潮，也被杀得片甲不留。当帝国军队在网道中遭到攻击时，帝皇调动了他仅剩的私人卫队，并将他们送入了隧道中。与禁军一起冒险前往那里的还有一支寂静修女小队。帝皇猜测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在对抗这些邪物时将特别有效，事实也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当寂静修女们穿过入侵的恶魔大军时，恶魔在其附近发出了尖叫，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增援部队的到来及时阻止了恶魔的涌入，网道中的战斗开始按部就班的进行。禁军设置了一系列的路障和防御区域，机械教人员则在后面修复受损的隧道并封堵裂缝，以防止更多的恶魔入侵网道。而在最前方，禁军和修女们发起闪电般的反击，主打一个猝不及防，以阻止恶魔们集结成群。随着恶魔袭击压力的减轻，帝国军队开始缓慢稳步地推进他们的战线。然而还是有一些恶魔的攻击成功突破了帝国的防御，在手无寸铁的工人中大肆屠杀。事实上，恶魔不止一次成功地穿过了通往黄金王座的亚空间传送门，绝望的战斗随之而来。禁军和修女们则不惜代价地击退恶魔，以阻止他们通过亚空间传送门进入后方的帝国地穴，也就是皇宫的地下。但随着这场战争的持续，新的势力出现在了攻击帝国军队的恶魔大军中。混沌之力派出被腐化的星际战士、泰坦和其他战争机器进入网道，试图强行取得胜利。皇宫的神圣、帝国的命运以及帝皇的生命都被寄托在了禁军和寂静修女的身上。如果他们未能阻止恶魔大军和腐化的叛徒，那么人类将从此万劫不复。经过5年的战斗，禁军最初派去与恶魔作战的1万名战士中，现在只剩下了近1000名战士。寂静修女和机械教更是损失惨重，无法统计。因此，在烈焰军团泰坦的支援下，帝国军队则在网道中占领了一座古老的民族城市。现有的记录称其为卡拉斯塔或不可能之城。根据记录中的描述，这是一个没有太阳和白天、没有天空、没有夜晚的地方，并且向各个方向延伸数英里，无论是东还是西，是上还是下，
蜿蜒的街道和摇摇欲坠的塔楼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角度拔地而起，而地面则弯曲成一个不成比例的巨大圆柱体。根据其他文件记载，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异形废墟的其他区域，但这些地区远在数公里之外，并且笼罩着一层薄雾，导致很难看清。平滑弯曲的民族造物的高塔向下延伸，就像地面上的尖塔向他们升起一样。当时的所有观测结果都一致认为，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旅行者就再也无法分辨出真正的地面在哪里，因为其中的重力不会因位置而改变。卡拉斯塔还是通往外部网道的门户，从它的边界开始，数以千计的毛细血管和大动脉深入古老的异形网道，通向银河系的其他世界和区域。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通往城外的通道，无论是仅够一人通过的小路，还是足以让泰坦通过的大路，都有来自机械教的战斗基普、帝国骑士、激进修女和禁军驻守。为绘制卡拉斯塔地图而进行的古代研究表明，这座不可能之城似乎并不像人类想象中的城市那样由道路和区域组成，而是由穿过高原和山脚蜿蜒通道组成。所有通道都指向据推测非常重要的栖息建筑，而每座桥都横跨了无边无际的深渊。但这个地方最重要的部分是卡拉斯塔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这里事实上是一座迷宫，由当时的机械教带到这里并铆接在一起。为了弥补帝国皇宫和城市核心间的空隙，无数的机械教神父在这里建造了绵延的隧道、人行道和长廊。正是在这个地方，马格鲁斯引导着一片恶魔的海洋，试图警告帝皇关于荷鲁斯的背叛。也正是在这里，马格鲁斯带着天真骄傲误入歧途，扼杀了帝皇的梦想。卡拉斯塔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通向帝国皇宫，如果不可能之城陷落，神圣泰拉也将随之沦陷。因此，网道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发生在这里。不过，在继续讲述网道战争的故事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天出现的一位主角，这是一个来自亚空间的生物，其身份非同一般，给帝国守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恶魔的特点在于他不会攻击帝国的阵地，而是致力于猎杀孤单的猎物。他因在卡拉斯塔的外围隧道中屠杀了大量的机械教仆从，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地区位于不可能之城的郊区，也是在无数战斗机谱和各种战争机器的守护下，统合会进行网道工作的地方。统合会是帝皇在大远征期间创立的机械教贤者阶层，主要目标是辅佐帝皇完成网道计划，在网道中创建全新的隧道和道路。机械教当时的记录显示，这些战斗机谱守卫着一条偏僻的通道，并且还有强大的防御炮台和武器库。在技术神父们看来，这条通道不应该陨落，更不应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如此迅速的沦陷。随后，作为增援部队派出的基普、监督他们的神父以及3队死力机兵也失去了联系，直到机械教护卫阿尔法入25和首架宝星级自动机兵阵亡，有关这个恶魔的第一份情报才传到了帝国指挥部。阿尔法入25在被恶魔杀死之前，通过紧密的光束信号将视听数据传输给了他的上级。禁军指挥官在机械教护卫提供了数据帮助下部署部队，试图消灭这只危险的亚空间生物，但这只会增加帝国军队的损失。当时有令人不安的报告称，这个恶魔十分强大，战绩包括彻底消灭了激进修女的一支精锐部队，一队名为奥斯提亚鲁斯的禁军，甚至还有一台战犬级泰坦。这些部队守卫着不可能之城西部的隧道，他们的任务是找到这个怪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其消灭。但事实证明，这个恶魔可以毫不犹豫地攻击帝国最强大的战士，并且完全有能力击败他们。所以我们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仍然是阿尔法肉25的视听数据，其中反复强调了一个词，一个对消灭混沌、恶魔和叛徒的专家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个恶魔诞生于人类文明曙光中第一起谋杀案，名为德拉克尼恩，第一次谋杀的回声，帝国的终结。这个恶魔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以及数千年后，在最伟大的混沌领主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每一个被人类夺走的生命，每一句在垂死者耳边说出的仇恨话语，每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甘愿杀害他人的念头，都会让德拉克尼恩变得更加强大。关于这场冲突的所有罕见记录，尽管存在分歧，但在一个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经过5年的血腥战争，从帝皇之爪到机械教，人数都处于相当危险的低水平。你们可能想问，为什么没有调用与基因原体共同保卫皇宫的帝国之权？他们人数还那么多，对吧？但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答案。有些人说是帝皇希望为未来决定帝国命运的大战保存实力，也有人说是因为网道计划的保密性，以及荷鲁斯之乱发生后禁军对星际战士的忠诚度存疑，所以帝国之权才没有参与网道之战。尽管如此，众人还是找到了新的力量来支援卡拉斯塔的防御，包括一名机械神教的机械司殿，一个因叛国罪而受审的骑士家族，以及一名在文件中被描述为残疾的圣血天使。网道战争需要机械教的支持，因为机械教是唯一能够提供装备、弹药和大量战斗机谱的组织。
在战争初期失去这颗红色星球后，这种后勤支持便转移到与火星流亡者合作的基础上了。火星流亡者隶属于扎格纽斯·凯恩领导，前任火星副铸造总监，现在是人类帝国承认的基业神教铸造总监。虽然凯恩已经尽其所能提供了大量的部队和装备，但在冲突的最后时刻，帝皇之爪要求他选出一名能够指挥帝国军队穿过王道的众多迷宫和隧道的指挥官。对此，铸造将军提出了条件，他要求维持一条所谓的王道路线，将泰拉与火星连接起来。这条路线被称为阿瑞斯之路，因为它的另一头连接着火星上的阿瑞斯地穴。虽然这条路线是否存在，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他确实接受了扎格纽斯·凯恩试图利用这场战争来加强他的权威和他认为合理的认可。成功与帝皇之爪签订协议后，铸造将军启动了一项名为机械丝电的计划，将一名不知姓名的圆环协会控制学贤者准备为万机之神的化身。这个机械丝电的形态尚不清楚，但它似乎暗示着这位控制学贤者的人格融合到了一个类似于多米塔奇自动机兵的底盘中。值得注意的是，机械丝电拥有多层代码，形成了一张巨大无比的网道地图。除了一名机械教指挥官外，禁军和寂静修女们还能依靠一个命运悲惨的骑士家族，由贾亚达库斯夫人领导的维尼迪翁家族。这个家族来自高岩，是基因原体福格瑞姆重新发现的，并在大远征期间被第三军团带回了帝国的怀抱。因此，维尼迪翁家族向福格瑞姆宣誓效忠，并在大远征期间与帝皇之子并肩作战。当荷鲁斯大叛乱爆发后，维尼迪翁家族也自然而然地站在帝皇之子一边，所以对这个家族和贾亚达库斯夫人的指控非常严重。征服了2个帝国世界，消灭了数百名钢铁之手和战争机器，以及数千名预备役士兵，并在加尔海姆山战役中杀死了尼亚坦家族的男爵凯尔斯。鉴于这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反帝国敌对行动，达库斯夫人及其宫廷成员竟然没有被当场处决，而他得以生还的答案可能就在导致维尼迪翁家族被囚禁的事件中。根据男爵夫人的证词，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可能知道谁背叛了谁，这证明了内战期间太阳系偏远地区的混乱局面。而维尼迪翁家族在围攻凯尔斯麾下的残余时，发现了战术的欺骗行为，对方则向他们讲述了整个战争的细节。面对维尼迪翁家族的质疑，帝皇之子对他们发动了攻击，迫使骑士们逃离。为了了解真相，维尼迪翁家族带着一小队圣骑保管员来到泰拉寻求答案，却被当场囚禁。他们自首的事实在忠诚派内部引起了争议，无疑推迟了对他们的处决。而当达库斯夫人得知她的母星高岩已被帝皇之子摧毁，作为对维尼迪翁家族看到的报复时，他的复仇欲望被激发，宣誓效忠于帝皇之爪，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启示。最后一位是一名神秘的圣血天使军团战士，名叫全天使泽风。这位参加过大远征的老兵被异形武器砍断了双臂，双腿也被肢解，而军团药剂师植入的仿生肢体也会被他的身体排斥，因此无法继续战斗，被流放到了泰拉。档案中提到一名星际战士退隐到他在教区的住处，一个供无法继续战斗的星际战士居住的地方。但档案中还提到了一名禁军的到来，随后与圣血天使共同离开了教区。为什么禁军会选择一个残疾的星际战士，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禁军拒绝了帝国之权或其他星际战士军团的帮助，但他们选择了一名星际战士。以泽风的身体状况，如果圣血天使决定背叛他们，也不会对王道计划构成任何威胁。帝皇之爪招募的人员中，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在检查各种档案时，出现了一个因其天才和发现而闻名于世，但我们对其生平却知之甚少的名字——技术考古学家阿克汉南德。这位有点古怪的技术神父，探索火星大图书馆遗迹的伟大探险，取得了一些革命性的发现。其中一份 SCC 包含了几乎所有后来被称为兰德律师的重型装甲坦克的所有信息，以及一份详细的完全解码了履带式农业收割机图纸。该机器造价低廉，易于维护，新手也能安全操纵，因此彻底改变了新兴帝国农业世界的生活。事实上，南德是应铸造将军凯恩的邀请而来到泰拉的。凯恩请求他协助设计机械丝电，但毫无疑问，正是在这次会面中，这位著名的技术考古学家了解到了帝皇伟大作品的存在。至于兰德是如何让禁军接受他参加最终战役的，没有人知道。而像兰德这样迷人却又鲜为人知的人物，只要能够参与帝国历史上的这一关键事件，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在支援部队集结的同时，激进修女的高层，特别是骑士级指挥官武魂女王珍提亚科勒也颁布了一项命令，代号为无言之词的星雨亭黑船，在激进修女的指挥下，抓捕了众多被发现有灵能天赋的帝国公民。档案中暗示是帝皇本人下令实施无言制裁计划的。不管怎样，经过几个月的收集，黑船带着珍贵的货物抵达了泰拉。激进修女们把货物装进了带有水晶盖的反重力箱中，运往皇宫地穴。让我们暂停一下，强调一下这一信息的重要性。这对于星雨亭的成员们来说并不陌生。所有文件都坚持认为，被送往王座的灵能者数目恰好是1000人，这是在过去的10000年里，为了确保帝皇的生存，每天都会牺牲的灵能者人数。通过一个不便透露的过程，
这些反重力箱会被插入到构成黄金王座的古怪机器中，这样其中的灵能就可以被消耗一整天，直到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帝国结束这场战争。增援部队集结完毕后，最后一批帝国军队就被带进了地穴，准备穿过网道前往卡拉斯塔，进行这场战争的最后行动。他们走过沿着机械神教建造了连接物质宇宙和网道的隧道，在那里他们观察到了一座由某种令人震惊的物质构成的建筑，能够抵御辽普的所有扫描。有些人认为这种物质与民族的骨骼相似，但增援部队没有时间逗留，因为当他们到达卡拉斯塔时，发现情况已经超越了人类最可怕的噩梦。一场由少量英雄防御的围城战，面对的是由最可怕的噩梦组成的无穷无尽的憎恶之海。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都描述了一群数不清的敌人，队伍中没有2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都像是从自己的物种中诞生的，从独特的精神错乱中萌芽。异形头顶的空气中弥漫着热闹和刀剑碰撞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这些生物散发出来的恶臭，甚至连禁军的呼吸面罩和头盔过滤器都无法抵挡。增援部队与仅存的帝皇之爪和机械神教部队会合，并打响了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之一。当叛变的泰坦军团、盲勇军团推到了不可能制胜的围墙时，冲突正式拉开序幕。面对从高耸的街垒中喷出的火焰、等离子体和爆炸物的攻击，一群战犬泰坦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以生命为代价取得了胜利。敌人的每一台战争引擎都在破碎的盾牌和气爆的装甲板下踉跄前行，并燃烧了起来，而他们的鱼叉则刺穿了塔拉斯塔的异形城墙，然后猛地撤退，带走了部分城墙，为涌入的步兵打开了缺口。虽然所有战犬泰坦都被摧毁了，但他们的牺牲让恶魔和叛变星际战士得以进入这座城市。随后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占领了每一座桥梁和十字路口的禁军和基因修女，后面还有成群结队的战斗吉普和巨大的烈焰军团泰坦。每一道城墙、每座塔楼早已安装了炮塔，城市的守卫者将前进的浪潮引向已成为万人坑的庭院，引过因恶魔生物的涌入而瞬间坍塌的桥梁，引过绝佳的射击场。烈焰军团与大部分护教军和统合会战斗吉普把守着通往修复动脉的咽喉要道，激进修女和禁军则被部署在主要道路沿线的防御阵地上，以阻止敌人进入城市。网道战争期间诞生了许多英雄事迹，禁军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拥有惊人的战斗技巧，用他们的少杰之刃将亚空间邪物和叛变星际战士们开膛破肚，或是后者必须用数量压制，才有机会消灭他们中的一个。激进修女的出现破坏了恶魔的稳定，代替他们灵魂的虚空成为了排斥恶魔的存在。阿克汉南德指挥着机械神教部队分散在通往不可能制胜的各条隧道中，以减缓敌军的速度。而维利迪翁家族的骑士们则以高效和勇敢的方式战斗着，他们既要恢复自己名字的荣誉，也要为了帝皇的荣耀，因为在帝皇的眼中，他们必须为自己赎罪。圣血天使跟随着阿克汉南德登上了改装的南德掠袭者，他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成功的加入了战斗，仿生装置也被神秘的修复了。我们毫不怀疑南德的天才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帮助圣血天使修复有缺陷的仿生植入物。至于烈焰军团，他与叛变泰坦展开了堪比古代神话的战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索玛·阿尔瓦雷克元帅驾驶了战将级泰坦警戒之光号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他消灭了一台战犬级泰坦和一台战将级泰坦，最后在一次凶险的打击中丧生。但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背叛发生了。据幸存者透露，机械丝电突然袭击了基因修女会，意图杀死尽可能多的修女。有些人认为，机械丝电贤者人格的剩余部分是被德拉克林所占据，而他选择攻击不可接触者，则是出于本能，是为了消除对他存在的威胁。因此，帝国军队不得不集中火力对付万机之神的堕落化身。德弗拉姆塞维克驾驶着骑士与德拉克林对峙，最终被解体。禁军的无畏机甲也在混战中严重受损。当2名新成员介入时，无畏已被邪恶的触手困住，这些触手成为了这台腐化机器的一部分。好在达库斯夫人和圣血天使泽丰合作打倒了这个可憎之物。在战后的报告中，星际战士的举动受到了关注和赞誉。他凭借其所拥有的跳跃背包降落到了机械丝电身上，双手挥舞链锯剑，并找到了其中一根触手的关节，在那里肉体与机器进行了邪恶的融合。随后泽丰设法将其切断，释放了禁军无畏机甲。圣血天使飞走片刻后，被磁铁吸在机械丝电脑后的手雷爆炸，其碎片如暴雨般飞向整个战线。机械丝电瞬间失去了驼背和肩膀的很大一部分，踉踉跄跄地向前冲去。达库斯男爵夫人驾驶骑士扑向他，神奇的剑刃刺穿了恶魔机器的身体，杀死了这个怪物。在泽丰的帮助下，男爵夫人成功的从破败不堪的骑士中脱身。泽丰抓住他的手腕，然后飞走了。而亚空间的邪物正准备摧毁骑士的残骸。虽然机械丝电已经无法唤醒，但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德拉克连的消息。所有这些英勇行为和大肆屠杀，只是这场围城战众多瞬间的一小部分。尽管帝国军队英勇无畏，但还是逐渐被击退。而每后退一寸，泰拉就离毁灭更近一步。但是，当这个没有阳光的王国终于迎来黎明时，一切都结束了。
关于黎明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刺眼的阳光，有的说是激动的灼烧。处于胜利边缘的亚空间邪物突然溃散，失去了原本喜悦的气氛，就好像有一个比他们更大、更强、更挖的掠食者正在逼近。慌乱中，他们喊出了同一个名字：诅咒。多亏了在无言制裁计划中复活了灵能者的牺牲，人类之主被从黄金王座上解放了出来。据描述，帝皇身穿金色盔甲，披着红色斗篷，腰间挂着一把装饰着黑铁和黄铜的爆弹枪。他手持利刃，但却与古老壁画和传奇故事中描绘的宝剑并无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想象，当邪神的仆人们离开队伍逃跑，帝皇正慢慢向他们走来时，这些胆小的家伙就知道毁灭即将来临了。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圣景象！有些人互相撕咬，试图蚕食同伴以夺取他们的力量，而另一些则失去了维持物质宇宙实体的能力。他们的形体甚至在帝皇到达之前就已经融化和分解。其中的最强者则集体发出怒吼，冲向他们的头号敌人。随后，帝皇双手举剑，电流沿着剑身点燃，将剑身沐浴在火焰之中。宝剑落下，网道也随之燃烧了起来。人类帝国在网道里的最后一战被描述为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希望与诅咒之间的较量。这也是泰拉之战以及与荷鲁斯宿命决斗之前帝皇已知的最后一场战斗。在人类之主释放的火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身影，从阴影中升起，并向恶魔和叛徒扑去。有的让人想起了在多年的网道战争中倒下的禁军，有的则让人想起了在伊斯特万被背叛和杀害的新战士。而在他们之中，有一位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巨人，他是帝皇的第10个儿子，在父亲的毁灭之路中短暂复活。面对帝皇的灵能攻击，成千上万的恶魔被火焰吞噬，他们的亚空间血肉从所谓的骨头上脱落。每当帝皇的剑刃落下，就会有一道道具有腐蚀性和净化作用的白色火焰从剑身上散发出光晕，鞭打着恶魔。胆敢站起来反抗的，就会瞬间死去。帝皇则在最忠诚的护卫的簇拥下前进。禁军用手中的利刃拨开恶魔的血肉，用重塔踩碎邪物的头颅。有些人将这一事件称为禁军最后的冲锋。从帝皇的灵能攻击中幸存下来的野兽们摇摇晃晃地向他走去，但等待着他们的却只有痛苦。最强壮、最野蛮的同类明明击中了帝皇，劈开了在那位置上旋转的金色迷雾。但随着一声雷鸣般的爆裂声，帝皇会再次出现在恶魔背后，用燃烧的帝皇之剑将他们斩杀。面对黑暗与混沌，帝皇是希望和明亮的星辰，他散发着愤怒和神圣的光芒，让混沌诸神的邪恶仆从都无法抗衡。但有一个除外，当帝皇举起他的剑，并在自己月牙形落下时，一股火焰以焚烧的火线喷射而出，笼罩在面前的恶魔身上。随后，他们的骨灰爆裂，被吹入凝滞的空气中。而在这些灰烬中，出现了一个人形的身影。据少数幸存者描述，这是一个长发、皮肤黝黑、留着蓬松胡须的男人。他佩戴着异形骨头制成的首饰，手持用盘绕的藤蔓将随时绑在用火硬化过的木棍上所制成的长矛。而在他的皮肤上有数百道毛刺留下的伤痕，胸前更是有一条鲜血淋漓的伤口。这个灰白色的身影在恶魔的队伍中穿梭，较弱的低等恶魔在他面前只得向两边挤。无论这个生物的真实形态是什么样，他都绝不会是一位肌肉发达的石器时代领袖，只不过是模仿了早期人类的外貌。这个生物径直向帝皇走去，帝皇也看到了他，但眨眼间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神明和恶魔互相扑向对方，悄然消失又重新出现。这两个实体，一个是人类的希望，一个是人类的诅咒。当他们手中的利刃相遇时，其本质和力量超出了当天在场凡人的理解范围。这场决斗的结局既迅速又令人费解。帝皇的身体被从后方伸出的5只利爪刺穿，恶魔宣称现在就是帝皇的死期。就在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的时候，在一道足以刺瞎双眼的金光中，帝皇与一位禁军共同现身。档案记录称，这个禁军名为拉恩迪尼翁，是阿鲁阿坦草原的大臣和亚族的儿子。他出生在统一战争时期的泰拉，大约在暴虐禁之战期间，祖被康斯坦丁·瓦尔多处决，罪名是偷走了泰拉上的最后一片海洋。随后4岁的恩迪米翁被带走。险些杀死帝皇的德拉克连消失了，但刺穿人类之主的利爪却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一把华丽的宝剑，由骨头和金属制成，上面雕刻着扭曲的尖叫面孔。帝皇将剑从自己的身体中拔出，然后迅速地插进了恩迪米翁的胸口。这一举动的原因将永远是个谜，但这把剑很快就消失了，就好像被恩迪米翁的身体吸收了一样。随后禁军跑向网道深处，并永远消失在了那里。恶魔专家认为，由于德拉克连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于是帝皇将他囚禁在了这把剑中。这只恶魔太过强大，即使是帝皇也无法彻底消灭。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恶魔诞生时被谋杀的那个人就是帝皇的生父。但不管德拉克林和恩迪米翁的命运如何，这把剑将在日后现世，并给帝国再次带来巨大的不幸。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网道战争的最后时刻，帝国军队开始仓皇撤退，因为隧道即将坍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成功活下来，但至少可以确定，圣血天使泽丰、达寇斯男爵夫人以及技术考古学家阿克汗兰德后面还活着。在王座室内，场面变得十分混乱。
因纪律严明而备受赞誉的禁军们倒下了，精疲力竭的祭军修女们也倒下了，而技术神父和工程师则挤在机器周围，努力控制着每个系统，以风度仍然为恶魔们敞开大门的入口。随着工程师关闭系统，那些深奥的机器逐渐褪色，周围也变得漆黑一片。耗费数百年设计、数十年时间建造的伟大机器也逐渐慢了下来，直到能量耗尽。帝皇也重新爬上了黄金王座，双手轻轻地握在座位的扶手上，然后凝视着通向王座的传送门。时间似乎过了很久，随着一个长着翅膀和爪子的身影和另一个长着脚、体态臃肿的身影出现，房间里的所有发电机全部关闭，内部机械装置全部损坏，黄金王座因此失去了动力。通往人类救赎之路的拱门也只剩下一个华丽的框架，俯瞰着墙壁上裸露的岩石。只要帝皇还能从黄金王座上为传送门提供动力，这扇大门就会一直将恶魔关在王道中。虽然最强大的灵能者也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但大多数还是会在短时间内精疲力竭，所以只有帝皇才能永恒持续地关闭传送门，并且随着恶魔部队的逼近，关闭传送门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只要还有恶魔试图突破传送门，黄金王座就会成为帝皇的牢笼，人类征服王道的计划失败了，一个伟大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了。